今天爷爷给福宝的园区换了新滑梯，福宝来到园区后，很快便解锁了新滑梯的使用方式。这次的小滑梯很多细节都修饰的都很到位，高度、宽度都有了新的调整，福宝2、3步就能爬上来了，而且平台变大了后，这样福宝躺下来再也不会露着半个屁股了。福宝在上面怎么玩耍都可以，玩累了可以直接顺着滑梯来下面，而且由于高度降低，福宝也不会害怕了。看福宝在滑梯上蹭来蹭去的样子，看上去真的很爱爷爷这次的新礼物。如果你想说这滑梯是为瑞宝和辉宝准备的，那只能说瑞宝和辉宝现在还小，还不懂滑梯怎么去玩，要等再长大点才能解锁滑梯的使用方式。而且现在瑞宝和辉宝的心也没有在滑梯上，他们正处于妈宝阶段，每天只想着跟在妈妈屁股后面添乱，所以滑梯就先由福宝玩吧。福宝躺在滑梯上，伸着懒腰，别提多舒服了。不过瑞宝对园区适应的很快，瑞宝很明显是一熊，而辉宝则是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，像是个哀熊。想必瑞宝遗传了乐宝的性格，辉宝遗传了妈妈的性格。福宝玩耍一阵后，肚子有点饿了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。刚运动完的福宝现在很有胃口，竹叶一口接着一口，吃得很香。而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，福宝已经吃完竹子了，此时来到了树上休息，想必这5分钟只能看福宝睡觉的样子了。依依接着再次去排队，想再看看福宝睡醒后的样子。今天瑞宝趴在小树上睡觉，这个样子让依依们有一瞬间误以为是福宝。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现在长得越来越快了，瑞宝对小树的使用越来越熟练，趴在小树上睡觉也是越来越享受。今天早上依依去看福宝一家，虽然福宝一家暂停营业了，但是来看宝家其他成员的依依依旧很多。早上依依到达园区时，爱宝和辉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幅温暖和谐、母慈子孝的画面。中午将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，辉宝这时跑来骚扰爷爷，骚扰完爷爷就躲到了树后面，以为这样爷爷就抓不到自己，将爷爷摸了一下辉宝的头，然后学着辉宝的样子也爬到了树上。将爷爷表示辉宝要像自己这样，敌人才打不到自己。作为宝家除了福宝以外第2大反骨熊，肯定忍不了爷爷这般调戏。辉宝激动的想抓住爷爷，但是没抓稳，一头栽了下去，给地面砸得尘土飞扬。辉宝紧接着立马爬起来追上爷爷，这次辉宝成功抓到了爷爷，抱着爷爷的皮靴用力啃咬，但是由于身高和地形的原因，辉宝依旧是被爷爷耍来耍去。而辉宝的脾气也越攒越大，辉宝在不断的跌倒中渐渐的成长。而江爷爷这里一时也玩得有些忘我，想着一定不能让辉宝抓到自己，江爷爷越爬越高，直接爬到了树顶。江爷爷此时的心智和宋3岁不分上下，以后可以和宋爷爷齐名，叫做江4岁。江爷爷还玩起了道具战，往瑞宝下面扔竹子，江爷爷这下直接给辉宝拿捏了，只要辉宝不爬上去，那江爷爷始终都是安全的。而等辉宝爬上去后，江爷爷还可以从另一面安全撤离。辉宝被爷爷耍得团团转，虽然满身脾气，但是根本无力反抗。辉宝这个小可怜在树上不断的辗转，看着灵活的爷爷始终都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最后江爷爷怕辉宝生自己气，怕辉宝记仇不喜欢自己了，爬上树和辉宝道歉讲和。爷爷左手一只瑞宝，右手一只辉宝，走在下班路上。开始时瑞宝看到爷爷只抱妹妹不抱自己，还吃醋了，于是便主动跑了过来。江爷爷内心乐开花了，心想这下省事儿了。而今天爱宝在来室外园区玩耍时彻底放飞自我了，自己玩自己的，根本不想带娃，疯狂抓树皮。而从野生动物角度上来看，爱宝的这个行为是在告诉其他动物，这里有大型动物，警示不要靠近，更是为了不让其他动物来伤害宝宝。当爱宝确认自己的标记和留下的抓痕够用了时，便坐了下来，将瑞宝和辉宝搂在怀里一起玩耍，让瑞宝和辉宝充分享受着来自自己的母爱。2只小团子围绕在爱宝身边，画面看上去甚是可爱。而宋爷爷此时正在隔壁乐宝园区为乐宝修理小木床，之前乐宝给自己年龄立牌的拼音缩写啃掉了，这次爷爷不再只用胶水，爷爷进行了2次加固，不仅用胶水，还用钻机进行了打孔，然后用木头进行2次固定。用木头固定既可以达到固定的作用，如果乐宝再次进行啃咬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危险。一会儿瑞宝趁妈妈不注意，自己来到了小树前，对着爷爷的小树啃了起来。这下福宝又多了新的帮手，为园区早日呈现黄土高坡的情形大大缩短了时间。因为瑞宝和辉宝只营业1上午，下午福宝需要回来休息，爱宝到点时便叼着瑞宝和辉宝往家走，为自己的大女儿腾地方。
福宝又在室外玩得不想回家了，好在今天是江爷爷值班，江爷爷来到福宝的通道门口，喊福宝进来。通常情况下，江爷爷的话福宝是听的，但谁知这次却不管用了。江爷爷在通道门口喊了一会儿福宝，看福宝没有什么动静，江爷爷走出园区，去园区里哄福宝。好在这次江爷爷回来时，只是喊了一声福宝，福宝就乖乖走了出来。福宝还是给爷爷面子的，江爷爷的话对福宝来说还是管用的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去到了小亭子上找小零食吃。福宝坐在小亭子吃窝头时，江爷爷来到了园区。福宝这一脸蒙圈的样子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福宝乖乖坐在小亭子上，看着爷爷在园区忙碌。爷爷走去哪，福宝的眼睛就跟去哪。爷爷走时，福宝还懂事的和爷爷说再见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便坐在小亭子上等下班。福宝用小手给自己挠着小屁股，福宝身上的肉一颤一颤的，福宝就像是一个秋弹的糯米团子，着实惹人喜爱。而乐宝此时正在室外园区吃竹子呢。这乐宝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种坦率且舒适的样子，有好吃的自己就吃，没有好吃的就不吃，因为乐宝知道奶爸看自己吃的少时，就会给自己另送新竹子过来。今天辉宝帮爷爷干了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替爷爷给远在室外的妈妈接了回来。不过调皮的永宽有点忘恩负义了，爱宝走出来后给辉宝关在那里，这事儿也只有宋3岁能干得出来了。永宽这是给辉宝上了一节有关于人性的课，让其没事儿不要乱钻通道。辉宝出来后就开始在通道门口喊宋3岁出来单挑，但通道门口窗户里出现的却是圣西姨母。圣西姨母这是被宋3岁带坏了。都知道辉宝最记仇，姨母要是不给辉宝哄好，辉宝能记姨母一辈子。姨母来到园区给辉宝道歉，姨母跟辉宝玩起了欲擒故纵，故意撑着不给辉宝胡萝卜，急得辉宝围着姨母团团转。辉宝让姨母别逗自己了，赶紧给自己胡萝卜，表示自己已经原谅姨母了。辉宝着急的还摔了一个屁股蹲，这时姨母立马给胡萝卜塞到了辉宝的嘴里。姨母给辉宝的小性格拿捏的死死的，姨母给辉宝胡萝卜的时机恰到好处，再晚1秒，辉宝可能真就哄不好了。这样，辉宝吃完胡萝卜后，依旧黏着姨母。辉宝追上姨母后，姨母又给辉宝喂了一块胡萝卜。这一下，辉宝和姨母又是天下第一好了。乐宝之所以能这般惬意的吃竹子，多亏了江爷爷。江爷爷太懂雄体工程学了，简简单单用血一摆弄，就能让乐宝做得很舒服。就连乐宝坐在这儿的样子，都和江爷爷演示的时候一样。江爷爷似乎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，乐宝可能出现的一举一动，江爷爷都能想象到。不过到了晚上，乐宝就辜负了白天奶爸对自己的一片赤诚。下班点到了，乐宝在园区睡起来了，不想回家了。任凭江爷爷如何呼喊，乐宝都没反应。反观爱宝这里都不用奶爸叫，瑞宝在爱宝面前折腾来折腾去，就给爱宝给气了。瑞宝调皮的有路不走，非要天天尝试用自己的大长腿在小亭子上的最高处接触地面。虽然瑞宝没有下去小亭子，但是给妈妈吵醒了，这还受到了爷爷的表扬。与此同时，辉宝这时也没有睡觉，在树上吃着竹子，随时等着下来。瑞宝因为爷爷还不给自己开门，一直在园区无聊的转来转去，喊辉宝下来玩。姐妹俩凑在一块儿就不无聊了，不为丰容，彼此推来推去。姐妹俩打打闹闹，一起商量着给爷爷敲门，让自己回去。辉宝负责守在门口，瑞宝前去敲门。姐妹俩这团结起来，还真给通道门敲开了。辉宝第一个听到门开的声音跑了回去，瑞宝紧跟其后。爱宝也没有迟疑，看到通道门打开后，也紧随瑞宝、辉宝后面一起回去了。送头又收不回去熊了。今天是3只。辉宝在树下惬意的吃着竹子，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通道门打开，姐妹俩就当看不见了。早上出门，瑞宝、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，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，一起爬上小树。瑞宝抱着辉宝，将辉宝揉在怀里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。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，怎么都稀罕不够。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，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。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。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以为瑞宝、辉宝会回室内呢，没想到瑞宝、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。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，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，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不仅瑞宝、辉宝没回去，就连爱宝也没回去。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，爱宝迟迟没有吃完。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。瑞宝在树上，辉宝守在通道门口，爱宝在吃着竹子。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，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，
爱宝路过辉宝这里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，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，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。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，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。夜雨天，宋爷爷正隔着玻璃看乐宝，而乐宝此时正一脸享受的躺在小木床上，而福宝这里正在研究爷爷安装的护栏。福宝想给他拆掉，但爷爷安装的着实结实，福宝尝试未果。福宝转头离开，从独木桥上走过，就在快到达对岸时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更不幸的是脸着地。福宝将摔倒的气全撒在了还没吃的小竹子上，将小竹子全推到了小亭子下面。福宝一阵撒泼打滚，由于太过兴奋，结果从小亭子上摔了下去，摔了一个大屁股墩。而福宝为了不让姨姨们担心，顺势来了2个翻滚，表示自己没事，亦或是在掩饰自己的尴尬。虽然现在瑞宝和辉宝将要来室外玩耍了，但是爷爷们从来没有因此冷落过福宝，甚至想尽办法用各种的实际行动打消姨姨们的误会。就在昨天雪地里已经很少有雪的状态下，爷爷从别的动物园区为福宝收集了满满2大桶的雪过来。而福宝在看到雪后很是开心，福宝围着小木床转了一圈，来到雪堆前，坐在了小木床上。福宝不管坐在哪里都能做出一副总裁的气场，福宝的气质真是与生俱来的。不过福宝的总裁样子总是维持不过3秒，第4秒福宝就毫无形象的抱着雪堆蹭了起来。辉宝堵着上小亮台的必经之路，阻止着姐姐上来。或许以前辉宝仗着体重优势真能给瑞宝挡住，但现在瑞宝的体重已然和辉宝不分上下，瑞宝一下就窜了上去。但辉宝对于自己的小亮台可是有领地意识的，虽然瑞宝已经上来了，但辉宝依旧没有放过瑞宝，咬着瑞宝的皮套就是一顿喂。野生动物争夺地盘向来都是给对方打服，让对方以后可以再上来。辉宝一边咬着瑞宝的头，一边翘着小尾巴给小兔做标记。不过江爷爷总是会在关键时候出手的，江爷爷及时在上面喊住了辉宝。一番打斗后，姐妹俩来到了小泳池上的雪洞里，而此时爱宝这里也吃饱了，2个爷爷给眼前的雪洞又扩大了一些。辉宝钻进去后仍有伸展空间，而辉宝钻研雪洞时，瑞宝就跟妈妈打闹。当辉宝钻研完雪洞后，瑞宝接替了上去，而辉宝又开始负责折腾妈妈。姐妹俩还来上车轮战了，而最后爱宝直接给姐妹俩堵在了雪洞里一起收拾。辉宝趁着妈妈揍累了休息的功夫，悄悄从妈妈身后钻了出来。姐妹俩开始一前一后夹击妈妈，姐妹俩现在加起来已然比妈妈要大了。辉宝依仗着地理优势，一下给爱宝压在了山顶上。爱宝对付姐妹俩多少有些吃力了，虽然姐妹俩对着妈妈发狠，但爱宝却一直没有下狠手，看似是对着姐妹俩揉来揉去，但爱宝一直都是收着力气的。辉宝呼哧呼哧的跑到通道门口，然后在通道门口停了下来，等待着姐姐和妈妈。等妈妈和妹妹一起赶到通道门口后，母女3雄一起走出通道门，来到室外园区。辉宝对室外园区越来越熟悉了，而瑞宝还停留在观察通道门口的阶段，一有不适就往家跑。而辉宝则在园区开始四处观察，在园区留着自己的气味。而此时宋爷爷正在旁边守着瑞宝和辉宝。辉宝穿梭在草丛中，身边的小草和小树被辉宝衬托得很大，就像是身在树林一样。爱宝看到瑞宝和辉宝不敢上前，便来到门口引领瑞宝和辉宝。有了妈妈在身边，瑞宝和辉宝便变得胆大起来，开始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。姐妹俩一熊一边仔细观察着室内园区的角角落落。辉宝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练习着攀爬，等辉宝能爬到小亭子上时，也就意味着爱宝的窝头和胡萝卜要危险了。瑞宝到时就可以偷吃妈妈的小零食了。而瑞宝这里在园区转着转着，来到了爱宝的身边。瑞宝让妈妈陪陪自己，但爱宝忙着吃饭，让瑞宝自己玩。瑞宝只好转头去找妹妹。现在室内园区对瑞宝和辉宝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。一会儿，爱宝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姨姨们能看到辉宝此时在哪里吗？辉宝藏在了妈妈身后的小泳池里。瑞宝和辉宝一圈玩下来，身上便搞得脏兮兮的了，有福宝姐姐当年挖煤时的样子了。想必很快瑞宝和辉宝就可以继承福宝煤球公主的称号了。一会儿爱宝往家走去，而作为爱宝跟屁虫的辉宝跟着妈妈的步伐乖乖的走了回去。辉宝也太让爱宝和爷爷省心了，简直不要太乖巧。爷爷甚至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爷爷紧跟其后，给瑞宝也带了回去，将瑞宝放在门口后，瑞宝也乖乖的走了回去。不过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姐妹俩又折返了回来，但此时通道门已经关上了。
姐妹俩则直接蹲坐在通道门口玩耍了起来。现在瑞宝出门后，爱宝给瑞宝看得越来越紧了。今天瑞宝走哪，爱宝就跟哪，主要怕瑞宝又做出出格的事情。早上爱宝一出门就开始盯着瑞宝，而对辉宝那是100个放心。不过辉宝也确实如此，爱宝跟着瑞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回来，辉宝还坐在原地没有动。但妈妈和姐姐一直黏在一起，以至于辉宝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冷落。爱宝赶着瑞宝回家，却没管辉宝，这给辉宝气的觉得自己有点没被瞧得起。辉宝望着妈妈和姐姐离开，在园区开始撒泼打滚，跟妈妈示意，你俩就等着吧，等哪天我也爬到树上，让你们瞧瞧，让你们刮目相看，让你们再也不敢这样轻视我。一会儿辉宝回到家，依旧是特立独行，根本不黏妈妈，自己去到了小树上吃竹子。就这样在树上一边吃竹子一边看着妈妈和姐姐。不过也不能怪爱宝对辉宝冷落，只能说瑞宝最近太黏爱宝了。这一点早在1周前江爷爷就发现了，还发视频告诉过姨姨们。瑞宝向来对事情和环境敏感，或许瑞宝是感觉到自己快要和妈妈分开了，毕竟除了爷爷们觉得瑞宝辉宝是时候独立了，就连圣西姨母在节目里也开始提及这个事情了。饲养员们相互谈论时，瑞宝指定是偷偷听见了，所以最近瑞宝才一直黏着妈妈，舍不得和妈妈分离。瑞宝辉宝今天有点过分了，因为急切的想吃奶，给妈妈推倒在了半路。爱宝被姐妹俩堵得也很坦然，为了让自己舒服点，爱宝选择直接躺平。姐妹俩今天下班点到了，竹子不想吃，只想吃奶。姐妹俩围绕在妈妈身边，商量着怎么给妈妈堵住吃口奶，尤其是辉宝这里紧跟在妈妈身后。一会儿爱宝就地方便了，辉宝趁机钻到了妈妈身下。辉宝真是一点吃奶的机会也不想放过，爱宝方便完起身离开，姐妹俩就继续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直到给妈妈堵到了小木床前。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打开，爱宝推开姐妹俩，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家。而被妈妈推开的姐妹俩此时正凑在一起。爷爷们一边拍着手，一边呼喊着瑞宝辉宝的名字。瑞宝先是被爷爷声音的影响吸引了注意力，不过瑞宝并不是为了回家，而是又爬上了小滑梯，小滑梯做起了标记。而辉宝这里就比较听话很多了，辉宝一路小跑，根本没考虑要停，跟妈妈一样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通道门口。而瑞宝这里又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躺在小滑梯玩了起来。看来瑞宝又要让爷爷来园区抱了。妹俩今天上午有了小糖以后是玩开心了，但老宋头和圣西姨母这里可有活干了。为什么江爷爷不干了？是因为江爷爷官大吗？这倒不是，因为江爷爷跑去釜山给福宝做宣传去，走之前特意嘱咐了老宋头和圣西姨母，所以园区现在只有老宋头和圣西姨母。看老宋头给瑞宝的小躺椅清理得多仔细，扫帚扫不出来的东西，老宋头直接上竹子，竹子弄不出来就直接用手抠，反正高低得给瑞宝的小躺椅弄得干干净净的。而瑞宝和辉宝这里只需要踏实睡觉就够了。圣西阿姨收拾完竹子后也来给老宋头帮忙，两个饲养员清理的都很仔细，没有偷懒的迹象，每一个角落和缝隙，不论游客能不能看到的地方，他们都有在好好清理。老宋头这次竹蟹准备的属实有点多了，清扫好一会儿才给其收成一堆儿。最后圣西阿姨负责拿着垃圾袋，老宋头负责铲，而姐妹俩就这样一直睡，直到爷爷和姨母给自己的小躺椅完全收拾干净，姐妹俩才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了自己的小躺椅上，吃爷爷刚才给自己准备的小零食。小零食吃完，姐妹俩去到了小滑梯上的小躺椅上，一个躺在小躺椅上，一个躺在树杈中。姐妹俩这模样好生可爱，看彼此的眼神都要拉丝了。不知道爱宝会不会怀念他小时候的生活，这花路，这园区，这绿植，这景色，而且这每一棵花都是江爷爷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每一棵开的都很娇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假花呢。而转眼间爱宝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，园区的鲜花早已被折腾光了，没有了鲜花和景色优美的园区后，现在爱宝每天就是玩孩子，玩走一个又来了2个。爱宝这时刚从室外回来，看到了辉宝手里的竹子，爱宝一把就给辉宝手里的竹子抢了过来，自己吃上了。为了不让辉宝过来抢，爱宝用脚顶住辉宝的脑门，阻止着辉宝过来。而爱宝躺下不是为了舒服，而是因为这个姿势离辉宝最远。要说辉宝也是个小可怜，原本这根竹子是爱宝丢的，辉宝看妈妈不吃了，自己才捡起来吃的，没想到自己刚捡起来，妈妈就过来了。爱宝一边吃着辉宝的竹子，一边说：“你天天吃我的奶，我吃你1根竹子，不过分吧？”一会儿，爱宝吃完竹子后回家了。宋爷爷来到园区，来给姐妹俩送更多的竹子，顺便给爱宝的旧竹子带走。
不过这一趟宋爷爷没有给姐妹俩拿小零食，宋爷爷很快就给园区收拾完了，之后给爱宝重新打开通道门，爱宝回来继续营业，辉宝则趁这个时候冲过来给妈妈捣乱，爱宝立马伸出脚挡着，但是已经不管用了。辉宝这次情绪很大，连翻带滚的给妈妈的竹子全弄乱了，而爱宝已经习惯了这个场面，任凭辉宝如何折腾，但自己手里的窝头自己绝不会少吃一口。而辉宝虽有满身的情绪，但又不敢真的去惹妈妈。老家上到饲养员，下到成员，没一个让人省心。宋3岁调皮的给小苹果放在了辉宝的头顶，能干出这事儿来的也只有宋3岁自己。接着又给瑞宝的胡萝卜，结果瑞宝一抬头，胡萝卜从头顶滑落，然后又从栅栏底下滚了出去。好了，这下宋3岁没得玩了，还得出去给胡萝卜捡回来。一会儿宋3岁回来，撞见了给脚丫踩在奶杯的辉宝，纯粹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折磨宋3岁。永宽追着辉宝拿奶盆，辉宝左右闪躲，故意让永宽拿不到，这哪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呀？第二天早上，永宽陪乐宝一路，刚好撞见了乐宝一脚踩进雪堆里的样子，接着乐宝就从雪坡上滑了下去，只怪永宽这给雪造的太好了。晚上永宽接瑞宝、辉宝下班，明知道姐妹俩现在都快比自己傻，还要尝试给其抱回家。刚开始抱瑞宝还挺轻松的，等在抱辉宝时，一屁股就坐下。不过辉宝并没有受影响，疼的只有永宽自己，因为辉宝一屁股坐在了永宽身上，只觉得屁股下面软软的。在这周，辉宝还学会了一种新奇的吃东西方式，那就是看着它，然后咀嚼空气，这样就相当于自己吃了。都知道辉宝不吃窝头，而辉宝又馋，辉宝是这样做的：闻一下窝头的味道，然后对着空气咀嚼一下，这样就相当于自己吃了窝头。辉宝还真是会整活。福宝园区的通道门口正缓缓打开，不过今天先走出来的是爱宝。今天是爱宝生2胎之后的第一次正式营业。除此之外，与之不同的是，今天还是瑞宝和辉宝的第一次营业。不过爱宝离开门口好久了，瑞宝和辉宝都没有走出来，应该是有点害怕了。而江爷爷则开始在后面进行帮忙，直接将俩姐妹抱了出来，然后堵住通道门口，防止姐妹俩再偷偷跑回去。姐妹俩胆小的抱着爷爷大腿不想松开，而爷爷离开时，姐妹俩始终都没敢走远，只是在通道门口处玩耍，啃啃石墙，感觉味道不好，然后又听听门里有没有声音，像是要回家。爷爷见状，只好将姐妹抱到中间，让其今天在园区放开了玩耍。之后，姐妹俩开始慢慢适应，闻闻泥土的气息，爬爬爷爷的独木桥，仔细观察着园区的角角落落。而爱宝这里则开始了自己的度假时间，坐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美味的竹子，因为爱宝知道奶爸会帮自己看好瑞宝和辉宝的。不过爱宝也没有一直偷懒哦，当爱宝吃饱后，也有在陪瑞宝和辉宝玩耍。不过此时瑞宝的体型和爱宝比起来确实悬殊，瑞宝的整个身子还没有爱宝的大腿粗，瑞宝用尽全力的想要爬上去，但无奈腿实在是太短，根本上不去。不过最后收熊的工作，爱宝还是交给了奶爸，自己先下班回家了。这天爷爷给福宝在园区铺了新的地毯，福宝面对这个地毯表示很满意。爷爷今天则是直接打开通道门，让福宝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宋爷爷正在通道门口呼喊福宝去室外玩耍，因为江爷爷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，那就是为福宝园区播撒种子。爷爷表示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园区是光秃秃的了，已经没有了什么植物，所以需要再种植一些新的，让园区重新恢复一下生机。想必现在将爷爷种上种子，明年春天就可以长出来了。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，在室外园区的雪地上散了会儿步。福宝走在雪地上的样子很是漂亮，有一种在观看北极熊的视角。福宝在园区逛了一圈后，来到了小木床上吃爷爷准备的大窝头。一会儿福宝回室内园区后，爷爷留下来欣赏了一下福宝的大脚印。福宝留下的脚印很是清晰，这要是放在野外，就是标准的大型猛兽留下的痕迹。第二天早上，江爷爷来到房间叫醒福宝，让其起来吃小零食，顺便检查一下今天的体温。福宝一切正常，爷爷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，让福宝来室内园区玩耍。下午爷爷再来时，看到了福宝在树上睡觉的样子，这惬意的睡姿看上去很是享受。辉宝拿着一根竹子走上了独木桥，下一秒辉宝转身坐下。辉宝喜欢坐下后向后躺去，但结果辉宝忘记了自己这是在独木桥上，一下摔了个倒栽葱。辉宝为了缓解尴尬，赶紧给自己调整了姿势，小脚扶着竹子，小手拿着竹叶，表示自己这是故意的。圣西姨母看破没说破，若无其事的
从辉宝身边走过，不然辉宝更难受。只不过当姨母再次回来时，辉宝就忍不住刚才憋在心中的委屈了，走到姨母身边，想让姨母揉揉抱抱，像是个求安慰的小孩。经过姨母的抚摸和安慰，辉宝很快就好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里园区的雪本已经都融化了，但爷爷和姨母不知道从哪儿又给乐宝搞来2大块雪，看得出对于乐宝饲养员们从来没有过忽视。一会儿下班点到了，今天宝家成员史无前例的都在睡觉，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。姨母给乐宝和爱宝的2个通道门都打开了，但是两边都没有想回家的想法。园区只有姨母在2个园区不断呼喊的声音，姨母喊半天对两边都不起作用。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，老宋头打算先从最容易的爱宝下手。老宋头给爱宝又送了些新竹子过来，爱宝看到竹子就仿佛是打开了开关，只要见到竹子，爱宝就会开启吃播模式，而通常爱宝吃完竹子后就会回家，所以爱宝回家的问题这样就算解决了。但瑞宝、辉宝这里其实已经醒了，就是单纯的不想回家。而乐宝这里也一样，也在忙碌着，就是没有回家的想法。爱宝这睡姿是对园区和姨姨们多大的信任呀，一点不怕姨姨们合伙拿麻袋给其偷走。爱宝这里之所以能悠闲的睡觉，是因为乐宝在室外替全家负重前行，乐宝在室外努力给姨姨们营业，让姨姨们不要退票。乐宝一个自由落体，直接给气氛拉到了最高点，这一甩直接给姨姨们摔出了票价，这一趟让姨姨们又没白来。接着乐宝又来到小亭子旁，给姨姨们来了个倒立。乐宝抱着亭子腿，一边倒立一边翻滚。乐宝这是想直接钻进雪里，乐宝想到了就要干，倒立结束下一秒就猛钻雪堆，要不雪太硬了，乐宝真能钻进去。姨姨们的尖叫不止乐宝的整活不停。接着乐宝又一路小跑，来到了被竹子包裹的树前，乐宝摆好姿势，蠢蠢欲动，一副想要爬上去的样子。乐宝左右不断打量，但乐宝也不是莽夫，乐宝感觉攀爬这棵树风险比较大，乐宝放弃了爬树，然后丝滑的向后躺去，在这雪地上卖弄着自己的身姿，乐宝走哪儿躺哪儿，雪地带来的爽感都快让乐宝不会正常走路了。乐宝卖力的整活儿，爱宝带着瑞宝、辉宝舒舒服服的在室内睡觉。这一下就不能说乐宝每天都是吃白饭的了，乐宝可是宝家唯一一个8年来全年无休的成员。辉宝咱可以慢点吃，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。辉宝这是眼看自己的体重马上就要被妹妹追上了，辉宝今天拼命的吃竹子。最近瑞宝对着辉宝的体重是步步紧逼，这让辉宝感觉自己园区辉大王的地位有些不保了。趁着姐姐睡觉的功夫，自己要猛吃几口领先姐姐才行。辉宝这小心思都不藏了，全写脸上了。而且最近辉宝的反骨越加明显，看似最近一直动手的都是瑞宝，但是仔细去看会发现事情的开头都是因为辉宝故意挑事儿。原本瑞宝跟在妈妈后面走得好好的，辉宝这里却在后面咬了瑞宝一下，吓了瑞宝一跳。瑞宝临阵起手，直接对着辉宝就来了一巴掌。而毫不知情的瑞宝正在树上舔手手，而且睡得很香，甚至香的有点太不像话了。而爱宝此时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，不过下一秒爱宝就又不拘小节了，立马抬起屁股对着窗外正看入神的姨姨们铲起了青团。爱宝铲完青团后还挺爱干净的，爱宝离开小木床走去了没有青团的小亭子上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又吃了会儿竹子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。爱宝这一睡就睡过头了，还是宋爷爷拿小苹果过来给爱宝唤醒了，2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给爱宝从睡梦中拉了回来。吃完小苹果后的爱宝也意识到自己该下班回家了，爱宝迈着小碎步走下小亭子，乖乖走回了舍内。室外下着大雨，辉宝还要执意爬上小亮台，辉宝还不服气呢，嘴里嘟囔着雨水要是再滴在自己身上，自己可要生气了。而瑞宝和爱宝这里此时也对这雨水毫不在意。接着瑞宝的迷惑行为就上线了，瑞宝给自己的头藏进了雪洞里，仿佛是自己的头藏进雪洞里，自己就离不开。瑞宝折腾来折腾去，又来到了堆满雪的小床上，仰面躺着，仿佛是在让这暴风雨更猛烈一些。而爱宝更是淡定，任凭雨雪再大都耽误不了自己吃竹子。这一家3口非但没有被暴雨影响，而且更快乐了。想必此时2个爷爷已经准备好了干净的毛巾，等姐妹俩回家要好好给其擦擦。这模样想起了他们的福宝姐姐，迎着大雪在园区散步，任凭爷爷怎么呼喊怎么劝都不回家。小零食喂了都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但福宝只负责吃，根本不听话。而宋爷爷也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来到园区，冻得自己手冷也要来。福宝最终是被宋爷爷的执着所打动，最后跟着爷爷回了室内。而瑞宝、辉宝与福宝姐姐不同的是，回家后玩饿的辉宝立马就扑到了妈妈手里，
又吃起了奶。而福宝那时已经独立了，回到室内仍是自己一个人。今是福宝出生的第1282天，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。今天依依到达室内园区时，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陪姐妹俩睡觉，姐妹俩睡在滑梯平台上，爱宝则坐在小木床上，身子趴在滑梯上，静静地陪着姐妹俩。爱宝对姐妹俩都是在默默的付出，虽然爱宝也在睡觉，但一有点风吹草动，爱宝立马就会察觉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的小亮台上，虽然今天天气很冷，但对于福宝来说，这个温度刚刚好。福宝坐在小亮台上，观察着室外园区的风景，而乐宝这里又在尝试给自己改名字了。乐宝的目标依旧是立牌上的名字缩写。乐宝抱着名字立牌，一顿啃咬。好在这次宋爷爷粘得比较牢固，乐宝啃了一会儿，啃累了便放弃了。之后，乐宝又跟姨姨们摆弄了一下自己的身姿，尽情地释放着双开门的魅力。一会儿，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。此时辉宝正在小亭子上，宋爷爷拿出手机记录着辉宝调皮的样子。宋爷爷转身示意辉宝爬到自己背上来，自己给辉宝背回家。辉宝不但没有让爷爷背，反而咬了爷爷一口。宋爷爷再晚点回头，辉宝都要给宋爷爷的小马甲咬破了。宋爷爷看辉宝并不想被背回家去，宋爷爷换成了公主抱。宋爷爷给姐妹俩接回去后，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姐妹俩和妈妈的气味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东西。竹子吃完，福宝又在园区转了一圈，还在小滑梯上挠了挠痒。最后感觉到无聊了，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蹲在了通道门口前。福宝这是想回家休息了，坐等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。